这个类似地球的星球叫海蓝星，100年前因为一颗陨石的坠落而引起大灾变。这次灾变导致海蓝星上的生物发了病，疯狂袭击人类。当然，部分人类也因为这次灾变而觉醒了异能与之抗。灾变使原先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末世。所有人都以力量为尊，而男主高淼是一个21世纪的地球人。他坐在马桶刷着视频，突然就穿越到了这里，而且刚一睁眼，遍地都是队友的尸体。高淼没有被眼前的景象吓到，而是迅速的整理了这个世界的记忆，发现自己也是个异能者，能力是与日俱增，能根据异能者的年龄对身体进行全方位的强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活得越久越牛批。这个小队先前是被一个怪物给团灭的，本来高淼也拿他没办法，可是穿越过来后，对年龄的判定似乎还加上了地球的20年，平白无故加了20年修为，然后就一拳干掉了这个怪物。慢慢的，高淼就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下去。随着时间的增长，高淼的身体越来越强，但是随之欲望也越来越强，时不时会幻听到少女的娇喘。等一下，这并不是幻觉。怎么说，高淼也是受过正经教育的地球人，看到少女被欺负，高淼立刻出手相救。站得起来吗？要不要我扶你一把？谢谢。虽说救下了少女，高淼却也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，那就是成为他的屁友。你本凯亚斯变态4个明显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突然降临在这个世界上。通过他们的对话，我们得知了更大的真相。他们是一支能够穿梭于电影世界的小队，通过进入世界完成任务来获取成就和积分。而高淼现处于的世界，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部末世题材的电影，名为《末日之后》，是一部标准的末世异能动作大片。电影前3部讲的是主角为寻求净水结晶，经历冒险，结识伙伴，最终走到反派 BOSS 潘威面前，牺牲了所有人击败反派的故事。他们查询此次世界并非前3部中的任何一部，而是以电影3部曲之前的剧情拍摄的前传故事。《末日之后4》讲述的是大反派潘威的崛起，并且这次的世界任务竟是杀死潘威，并且任务警告潘威是拥有吞噬异能。众队员对奖励及成就分别产生了担忧。任务直接给出了 A 级成就奖励，说明难度相当大。如果是剧情前期，潘威刚刚进入第3等级，我们可以轻松强杀对方；如果是剧情中期，已经抵达第3等级巅峰的潘威，我们仔细谋划一番，出一些代价，也可以冒险拼一拼。龙套角色一拳打爆大反派，这究竟是什么剧情展开？紧接上期视频，曙光城城主府内，高淼受邀前来，正在大吃大喝。虽然全部是一些罐头，但在这末世有吃的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潘威见他吃得如此开心，便命令手下给他倒了一杯红酒。此时的高淼并未意识到潘威的不怀好意，以为是什么无聊的酒桌文化，便没放在心上。钢铁小队经过一番调查，从时间线上确定了潘威的实力是第3等级。根据电影接下来的剧情，潘威将用自身的吞噬能力吞噬高淼这个第3等级巅峰的荒野之王，借此成长为第4等级。女队员偷偷干掉一个城主府卫兵，从他的记忆中得知，此时的高淼正在城主府内。红毛听到这话有些开心，以为可以当一回渔翁，却被黄毛当场泼了冷水。潘威身为电影最终 BOSS， 他最擅长的就是伪装，邀请实力高于自己的高淼自然不会是硬碰硬，他肯定会设圈套。事实正如黄毛所料想的一样，城主府内高淼举起酒杯边察觉到了危机，经过一番推脱，从潘威拒绝先品尝一口的表现来看，高淼便已确认酒里有毒，立马把酒泼向潘威，结果被屏障挡了下来。潘威身为这个世界的最终反派，即使计谋被识破，依旧淡定如初，认为高淼不过是自己成功路上的踏脚石。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，高淼已经不是之前的龙套，而是来自21世纪的穿越者，仅需一拳就能彻底摧毁他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竟然受伤了！上一集讲到，男主一拳把城主潘威打飞几十米远，潘威面对如此惊人的力量害怕了起来，开始向高淼求饶。高淼可管不了那么多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这次瞄准的可是头部。这一击如同1000吨巨石汇聚一点的压力，地板伴随着力量而塌陷。城主宅邸被高淼的2拳打得满目疮痍，卫兵们看潘威已死，赶紧下跪奉高淼为新城主，免得被斩草除根。高淼想着当上城主作威作福也不错，自然而然地接下了这个位置。高淼深知潘威的威望很高，他的死讯会引起暴乱，便随便找了个潘威忙于闭关修炼，让自己来当代理城主的借口，就此糊弄过去。随即作为新的城主，高淼下达了第一道命令，那就是把所有的美女召集起来，举办一场女性异能大赛，说白了就是选妃大赛。然而令高淼头疼的是，毕竟这是末世题材的电影，由于环境的原因，保养的好的美女少之又少，长得漂亮的不够强，强壮的又不够美。正苦恼着，
一名卫兵告知高淼说，找到了一个兴许符合要求的美女。片刻之后，那名女子等上了台，那个女人竟是钢铁小队的穿越者。女子叫宁小福，顺便展示了她的异能精神幻术。高淼因此有了想法，命令卫兵把她回去。就此么孤男寡女会在城主府发生些什么呢？小福小姐，待城主大人就在里面。卫兵领我到这里后，很快就离开，而我却一点也不警戒。城主大人，您有什么吩咐，小福都可以满足你哦。瞧瞧这个女人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，她也太会了吧！女孩不断的挑逗高淼的身体，想让他放松警惕。殊不知高淼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警惕过，现在的他只是单纯的享受着罢了。慢慢的，妹子开始实施她的计划。阴影下的她居然开始长出了蜘蛛腿，妹子终于展露出了她的真实面目。危险似乎在向高淼接近，突如其来的傀儡术用蛛丝将高淼整个包裹了起来。此刻的高淼在里面居然觉得有点冰冰凉凉，甚是舒服，可能是有点痒。高淼不小心动了动，竟然把蛛网全部震开，妹子也吐了一口鲜血。里面的高淼还以为自己破坏了什么布置，尴尬的一动不动。妹子开始全力攻击，再次把高淼包裹起来。这时高淼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服务自己，而是被操控攻击了。不过鉴于没什么危险，他决定配合演戏，顺便看看妹子的真实目的是什么。